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事实证明，赵丽颖已化身传奇符号，演绎人生百态。在2024年的风吹半夏中，赵丽颖确实表现得相当任性，满脸油腻，既未经美颜也不加滤镜，直接在镜头前呈现。曾经作为农村走出来的素人，通过努力成功逆袭成为顶流。然而，即使在事业鼎盛之时，她却毫不犹豫地舍弃了那些让人耀眼的高光滤镜，选择坦坦荡荡地展现最真实的自己，成为娱乐圈中最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因此，最值得期待的神话从来都不是那些虚假的幻想，而是做最真实的赵丽颖。赵丽颖近期的表演实在是令人瞠目，令人惊讶不已。她在2024年的风吹半夏中，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震撼人心的破防式演技。你还记得之前那些称她为偶像派的声音吗？如今他们都被一一打破。为了扮演许半夏这个角色，她毅然决然地增重10几斤，甚至拒绝了最基本的滤镜美颜处理。她那张曾经令粉丝们喜爱的精致小脸，如今却成功地将其演绎成了一副大女主油腻脸。这根本不是所谓的流量明星，而是在追求实力、自我救赎的路上的典范。有多少人熟悉并喜爱她那种温柔可人的形象？当看到她的这种变化时，大家纷纷惊讶地喊道：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赵丽颖吗？”早在2022年的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她就给我们狠狠地来了一个耳光。她以素颜出演，生动地演绎了乡村妇女和幸福，将那种乡土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那时有人称她为不要命的人，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，还有谁敢于素颜出现在镜头面前呢？看看其他女明星，哪一个不是经过精修图和滤镜的处理，全都呈现出一副仙女下凡的样子。赵丽颖则相反，她坚定地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，致力于将角色的真实性演绎到骨子里。这哪里是顶流明星的举止，这简直就是拥有戏疯子觉悟的践行者。从幸福到万家，跨越到风吹半夏，她以实际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有实力的演员从来不惧怕丑陋。在娱乐圈这个人精荟萃的江湖中，赵丽颖这位耿直 girl 显得尤为珍贵。在众多经过精修美颜的仙女中，她犹如一股清流，以最真实的样子诠释了演员的自我修养的真正含义。她偏偏用实力去拆散别人刻意经营的人设，这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这种行为并非出于叛逆，而是演员的一种难得的自觉表现。赵丽颖的真实不仅仅体现在演艺事业上，在娱乐圈这个人精荟萃的江湖中，她是一位鲜活的耿直 girl。她曾在一次综艺节目中毫不犹豫地指出谢娜嘴上的口红颜色，引得大家纷纷笑了起来。谢娜作为一名资深的综艺咖，也被弄得有些手足无措，现场一度陷入非常尴尬的氛围。然而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她与宁静之间的神仙打架。赵丽颖直接问道：“为什么不穿礼服啊？”当时宁静未穿着礼服出场，就连以敢说著称的宁静也被她说得卡壳了。她毫不在意宁静后来在车内对着镜头调侃她土气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是让人猜不透。在经过层层设计的人设中，这种真性情无疑变得极为稀有。提到2011年的那场撞脸风波，真是让人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当时有粉丝误认为她就是杨幂，她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直接发了一条微博回击：“连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吗？”正是她那份坦诚的内心，才在行业内赢得了深厚的友谊。举个例子，她和于正之间发生的事情，足以写成一部职场宝典。由于正看中她的潜力，曾向她提供了一份天价合同，许诺给她最优质的发展机会。
换成别人肯定会马上同意，但他却出于对一直以来支持他的经纪人的感激，拒绝了这个机会。于正因此更加赏识他，这样的品格注定会红。他对友谊的重视实在令人感动。他回忆起在拍摄《还珠格格》期间，每逢过年，张瑞总会为他送上美味的饭菜。那时他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新秀，他始终心怀感激，直至自己成名后，立即在《楚乔传》中竭力推荐了张瑞的女友李若嘉。在这个人走茶凉的圈子里，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遇之恩应当报答的道理。有人认为他情商不高，但我认为这种纯粹的真情正是高级情商的体现。坦率地说，赵丽颖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，确实堪称一个惊人的奇迹。谁能料到这个来自农村的姑娘，最初的职业梦想竟然是成为一名空姐？命运常常喜欢开玩笑，家庭经济状况迫使她放弃了那个看似光明的职业。那时的她和无数年轻人一样，在城市里奋斗，无论是什么工作，只要能赚钱都愿意尝试。她做过销售，当过服务生。2006年，一张关于雅虎搜星的宣传海报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。她怀着试水的态度参加了比赛，没想到竟然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夺得了冯小刚组的冠军。这听起来宛如一个典型的灰姑娘故事，但现实情况远比这复杂。获得冠军又如何？她依然只能在剧组里扮演一些不重要的小角色，除了与周迅合拍了一个广告。那时的她扮演丫鬟显得不够伶俐，演绎妹妹也不够娇憨，甚至连导演都批评她的嘴唇形状像猪嘴巴。这样一个不够好的女孩，凭借实力将所有不够好的方面全都变成了刚刚好。她的人生出现了转折点，遇见了于正，但她并不是那种可以躺在那里等待贵人的人。在《宫锁珠帘》中，她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冷艳之美。《陆贞传奇》中，她以灵活多变的演技深深征服了观众们的心。《宫锁沉香》更是非同凡响，她所扮演的角色琉璃，竟然盖过了影后周冬雨的光环。《花千骨》中的出色表现，才真正展现了她的才华，让人们认识到她不仅能胜任配角，做女主角也游刃有余。她后来的作品《姗姗来了》《楚乔传》《知否知否》，一部接着一部，如同开挂般精彩，收视率也直线飙升。她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角色，最终成为备受瞩目的顶流，这一过程整整耗费了她18年的时间。这根本不是所谓的一夜成名，而是成功人士用辛勤汗水浇灌的成果。赵丽颖经过18年的艰苦奋斗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然而，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，她的感情生活却经历了大起大落。她在拍摄《西游记》女儿国期间结识了冯绍峰，他们如同戏中的唐僧和女儿国国王，在戏里戏外经历了从闪婚到闪离的过程。从《知否知否》中的剧中小情侣，到现实生活中的夫妻，他们转换角色的速度之快，让人猝不及防。这场看似甜蜜的婚姻，却像璀璨的烟花般，虽然美丽，但却转瞬即逝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她在离婚后甚至主动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。她的话语虽然简短，却意味深长。她的经济实力比我强。这个决定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，但细细思索，这不也正是勇气的体现吗？果断离开一段不完美的婚姻，并且毫不畏惧地面对公众的质疑，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。回望过去那18年，在田间地头帮助爷爷采摘棉花的小女孩，如今已经站在了娱乐圈的巅峰。她始终不忘初心，不论别人如何给她贴上乡土的标签，她都不为所动。在偶像辈出的当今时代，她以不设限的态度，成为了独特的个体。追求完美反而会削弱自身的独特魅力。
与其扮演他人眼中的仙女，不如成为最真实的自己。或许最值得期待的符号，正是一个永不妥协、勇于突破定义的赵丽颖。这种符号并非通过堆砌人设打造而成，而是18年来的坚持和真诚铸造的。在这个充斥着滤镜的娱乐圈中，她以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，不完美才是最佳完美状态。不追求完美，反而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魅力。不扮演别人眼中的仙女，却成为了最真实的自己。也许最值得期待的符号，正是一个敢于真实、永远突破定义的赵丽颖。这种符号并非通过堆砌人设打造而成，而是18年来的坚持和真诚铸造的。在这个充斥着滤镜的娱乐圈中，她以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，不完美才是最佳完美状态。